你可以把它拿来做很多的事情，马克杯的握把啊，你都可以呢用扫出来去达成你想要的那种设计状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魔剑队，我是雷系教师阿如。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身为设计师必会的指令呢，是扫出这一项指令。你可以把它拿来做很多的事情，马克杯的握把啊，你都可以呢用扫出来去达成你想要的那种设计状态。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介绍一下扫出到底是怎么去做操作应用的。那扫出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想的，它是需要有一个路径，然后再加上一个轮廓，它可以完成它的生存的要件。那我们可以在前基准面呢来画它的路径。那路径的话呢，我们今天来画一个简单的雨伞的骨架好了。尺寸呢，你可以制定，哎呦太小了，大一点。都可以自己定哦，自己设计的更有感觉。好，没有啦。好，那我会故意给它一条中心线，是因为等一下我需要这个中心线帮忙修剪我这个草图。那前面阿如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当然都是在沙里的界面讲的啦，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原始草图呢给留下来，所以我会在前基准面再画一次，然后参考去把它复制出来。那今天因为我们画的东西算相对简单，所以你会觉得说，留这个草图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没关系，我们之后有机会就会再讲一些就是比较详尽的应用案例啦。好，那我们先拉回到扫出这项指令，我们已经给它了一个路径。那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阿如会直接把这个握把的圆心定在原点上？是因为我偷懒，我不想要再做一个新的平面了。因为你要帮它画一个轮廓的话呢，你必须要是跟你的草图可以去画出一个贯穿的轮廓，它才有办法完成扫出这个动作。所以草图贯穿就很重要哦。那这边的话呢，我故意把这个圆的圆心定在原点上，是因为我可以直接拿上基准面来画可以贯穿的轮廓。那如果你画的时候呢，你是喜欢把比如说圆心定在中间点上，或者是其他任何你觉得你比较习惯的位置上，那你可能呢就没有办法就直接使用上基准面或者是其他的基准面去画一个可以贯穿这一条路径的轮廓出来。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没关系，不用紧张，你也可以直接呢，点这个线段加上点，然后去做新的平面，它也可以做出跟这条线贯穿的轮廓的这个面的位置啊。当然你也不是只能选这边啦，你也可以选这个圆弧加点去做新的平面也 OK。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因为我很懒嘛，所以我就喜欢直接上基准面，然后来绘制我们的轮廓图。那这个轮廓图呢，它没有办法像沙里一样，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到圆形轮廓这一个选项。你不管什么形状，圆形也好，菱形也好，还是各种你自己设计的形状都好，它都一定要画那个草图出来。那在画这个轮廓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把这个轮廓呢放在外面空白处，而不是直接点在这个端点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去做圆心的点加上这个圆弧的线，然后去做贯穿。贯穿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希望可以就是尽量的习惯使用这个限制条件啊。那决定好贯穿之后呢，你再来去定它的尺寸，比如说10。如果太细，我们等一下再来改。好，那这样子路径有了，然后呢轮廓也有了，我们就可以去做扫出。那它扫出的话呢，它就会问你啊，第一个是你要扫出的面与草图的区域，它的意思就是轮廓的意思啊。你可以直接去点选草图3，但是在点选路径的时候呢，请你要注意哦，因为我要扫出的是这个圆弧加上这个直线。如果你直接去点选线段的话，它就会只扫出到这个半圆，然后呢你再去点选这条线，所以你要点2次东西。那阿如的习惯呢，会直接在特征树里面选择草图2，那它就会全部一起扫出。但你也可以去把这个草图2呢去做出复合曲线，把这2个选起来，它会做成一整条的曲线，你再去扫出轮
轮廓、曲线、路径，那它就是直接扫一整条，就会比较方便。那这个是今天我们比较简单的导出的应用啊。那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会再讲里面的其他东西，因为它这边的话也有曲面哦，它也是包在这里面的。然后呢，还有布林运算的移除跟相交也在这里面。那前面这个新建跟加入，我们之前在介绍那个长料，就是挤出啦。在介绍挤出的时候，就已经有详细的告诉你新建跟加入的差别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要用新建，什么时候要用加入。那你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那一支影片哦。那我们今天的简单的找出指令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哦。感谢各位的收看，欢迎按赞、订阅或分享阿如的频道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